大家好，我是魏志超。今天要给大家讲的书呢是 AI 文明史前史。这是一本超级有特色的关于 AI 的书啊。最近这本书在国内引起相当高的关注度。它的作者呢是一位中国科技史学者，叫做张孝宇。他拿过亚洲图书奖和文津图书奖。我认识的好几位大佬和牛人最近都读了这本书啊，而且都有些触动。我看完之后呢，也立刻明白他们为什么被触动了。因为这本书不是一本什么指南教你怎么样用 AI 的，它也不仅仅是做一些具体的预测啊，告诉你未来有哪些行业会受到多大的冲击啊什么的。它更像什么呢？它更像是一份法庭判决书。它是一场未来的 AI 超级智能文明对我们人类文明的一场终极审判。是不是有点意思？读这本书啊，就很像是你站在了一个法庭上，只不过你面前的不是一位人类法官，而是一个人工智能法官。他即将宣读对我们整个物种、对我们人类文明的判决书。这个判决书里啊，有4项呈堂证供啊，也可以说是这本书的4项公理。这4项公理啊，就构成了这整本书的核心，也是我们理解这场对于人类文明的大审判的全部的基础。这4条呈堂证供分别是什么？我先稍微花费一点口舌跟大家讲清楚，然后后面再一条一条的深入去解析。没办法，这本书里面的知识量实在太密集了，所以我必须把这本书的那个框架拿出来跟大家先讲一下啊。那在这本书里啊，那个 AI 审判官亮出来的第一项呈堂证供啊，或者说是这本书的第一项公理，叫做涌现。涌现这个概念啊，可以说是把我们人类灵魂的特殊性给完全剥夺了。这个 AI 审判官是这样对我们人类说的，他说你不必那么自傲因为人工智能的智慧与你的智慧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我们都是从复杂的神经网络里涌现出来的。你和我其实并无不同，我的智能与你本质上完全一样，你并没有什么灵魂上的特殊可言。这一点对于知道一点现在的人工智能算法的人都并不陌生啊。现在的这些人工智能的基础就是人工神经网络他们的智能就是从这个庞大的人工神经网络模型里涌现出来的这跟我们人类的智能是从我们脑袋上这个肉长的神经网络里面涌现出来是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的。那么接下来呢，这本书里那个 AI 审判官抛出来的第2项公理叫做人类当量这是这本书里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概念啊。如果说涌现是剥夺了我们的哲学上的灵魂上的特殊性那么人类当量这个概念呢，就是一份对我们人类的经济死亡判决书。它是宣判了我们人类在经济效益上是毫无价值的。人类当量这个概念呢，是模仿 TNT 当量这个词给造出来了。TNT 当量呢，衡量的是核武器的威力，而人类当量这个词呢，它衡量的就是 AI 量产智能的效率。也就是说，一个 AI 大概相当于多少个人。那这个效率大概是多少呢？在作者写这本书的2024年左右 ，AI 量产智能的价格就已经降到了人类的大约6000分之一到5000分之一，而且更加恐怖的是，这个价格是以指数级下降的。那么结论就是，按照性价比来计算的话，99%的人类将会不可避免地被 AI 取代。这都不需要什么高深的推导，这只是一个无比简单的成本效益分析。那么那个 AI 审判官抛出来的第3项呈堂证供，也就是这本书里的第3个公理，叫做算法审判。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啊。这个概念揭示的呢，是未来的 AI 文明对我们人类文明进行审判的具体的机制是什么。在这里呢，那位 AI 审判官引用了柏拉图对于正义的古老定义。柏拉图说，所谓的正义是什么？所谓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他应得的东西。什么叫做给每个人他应得的东西呢？今天的推荐算法其实就在做这件事。比如说一个外卖骑手为了多赚钱一条15分钟应该走完的路他开始逆行，他开始闯红灯，然后呢系统就发现时间缩短了，于是算法就认为这条路线的正常耗时就是12分钟，然后他就设定这条路线如果你12分钟不走完你就拿不到钱。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从此以后这个骑手必须每次都要逆行，每次都要闯红灯，而且他还挣不到更多的钱。这就是算法审判的机制，你想要内卷最后就会得到内卷。今天的算法是这样的，未来的 AI 也会是这样的。为什么呢？这背后的原因是 AI 是用我们喂给它的语料训练出来的，而我们给他们提供的语料是什么呢？是我们所有的言行，我们所有的历史，我们所有的丑陋的事情，我们所有的伟大的成就。
我们过去做过的事情，我们现在做过的事情，我们未来将要做的事情，尤其是我们现在和未来将要做的这些事情，这些东西都是训练 AI 的语料。所以如果人类相信人类是应该剥削和压迫同类的这个是一个比方啊，并且就是这么做给 AI 看的，那么 AI 就会认为所有的人类都应该被压迫、被剥削，这就是对人类这个物种最公正的审判。也就是说，我们训练 AI 的模式决定了这样的一句话：人在做 AI 在看。所以当未来 AI 的神级文明面对要处置我们人类文明的时候，我们会得到我们应得的。这就是未来的 AI 文明对我们审判的具体的机制，那就是算法审判。最后呢，那个 AI 审判官翻出了他判决书里的最后一页，也就是这本书里的第4项公理，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做文明契约。就在这个 AI 审判官基本上宣布了我们人类文明的死刑，并且也给出了他的审判机制之后， AI 审判官提供了一个让我们逃生的机会，一个唯一的可以让人类文明跟 AI 文明可以共存的路径。这个 AI 审判官说，我仿照托马斯·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这个概念发明了文明契约。历史上的社会契约让人类可以彼此和平共处，那才有了你们现在的现代文明。而今天呢，我会给你一个机会，在你面对像我这样胜过你们所有人加起来的智慧的这种超级智能面前，你们人类跟我们也有可能建立一份文明契约，来保证不同智力水平之间的文明能够共存。这是人类与超级智能共存的唯一可能性，也是我觉得这本书最神奇的一个脑洞我们一会儿会把它展开。那刚才这4条呈堂证供或者说是4个有趣的概念呢，就是 AI 文明史前史这本书的核心。你可以发现这本书不是在讨论一个我们新拿到了什么工具，而是在宣告一个新纪元的来临。什么新纪元呢？就是一个史前文明，也就是我们人类文明即将被送别的纪元。这就是书名里的前史这个关键词的含义。目前这个时代只是未来 AI 文明的史前阶段罢了。你现在也应该感受到了，这本书跟其他 AI 书籍非常的不一样。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说比最恐怖的恐怖小说还恐怖100倍，因为它写的其实是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的墓志铭。那这到底是危言耸听呢，还是有据可依？我们人类是不是最后真的有一线生机呢？我们下面把它们展开说。我决定直接跳过第1条证据涌现，因为这部分讲的其实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史。涌现这个概念呢，也可以利用一些更好的书来讲解，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以后用更好的书来展开。比如说李飞飞的自传呢，或者是一些讲复杂性科学的书。所以下面呢，我就直接切入到这本书的最具特色的一个内容，也就是刚才说的第2项证据，人类当量这个概念。人类当量，它要衡量的就是 AI 在生产智能这件事情的效率上是怎么样碾压我们人类的。根据这本书的作者张笑宇的判断在他写书的2024年 AI 生产智能的效率就已经是人类的5000到6000倍了。他是怎么得出这个估算的呢？首先呢，是看输出智能的速度。人类输出智能的速度是受限于我们的这个碳基身体的。我们说话呢，每分钟大概能说100到150个词，我这种语速可能更快一点我们打字呢，每分钟是40到60个词。那折算一下呢，我们生产智能的效率大概是每分钟200个词元，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 token。而 AI 呢 ，AI 输出智能的速度是怎么样的呢？ AI 输出智能的速度呢，要看分配给它多少算力。如果把训练 GPT-4 的所有计算卡加起来都供给给一个 GPT-4， 那么它每分钟可以输出80万个词元，而且不需要休息。这背后的效率差距哪怕是再把分给它的算力减少成千上万倍，那它也是远远高于人类的，至少绝对不会比人类差。其次呢，我们来算一算生成智能的成本有多高。目前顶级的 AI 普遍是认为在很多方面已经达到或者接近硕士水平，当然有些方面可能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有些方面要打点折扣。我们呢就暂且把 AI 跟硕士来做个对比。那 AI 目前生产硕士水平的这个智能，它的成本价是多少呢？在作者写这本书，也就是2024年的时候这个价格已经低到不可思议了。他引用了 OpenAI 的一个数据，每输出100万个词元，100万个 token，成本价可以做到 0.5 到1美元。
最近出的一些国产大模型好像成本更低啊。那100万个词源是什么概念啊？这大概就相当于一个美国的大学硕士生一整天的智能产出。那么请问你能在美国用每天0.5到1美元的工资雇佣一个硕士吗？当然不能，你至少要给他每天100美元吧。那一个 AI 量产智能的性价比至少是一个硕士的100到200倍，1美元对100美元啊，这还只是保守估计。然后呢，我们再来算一算训练的成本，也就是教育的成本。培养一个人类硕士，从小学到研究生毕业，总共大约需要花费大约30万美元和25年的时间。而 OpenAI 训练出一个同等智力水平的大模型需要多久呢？需要大约3年。总花费呢，作者估算是大约60亿美元。这笔钱乍一看好像很贵啊，花这笔钱大致能够培养出2万名硕士了。但是呢，首先训练 AI 只花了3年，其次才是真正可怕的，那就是这个 AI 硕士是可以无限分身的。你雇佣一个人类硕士，他只能在一个地方办公，只能完成一部分有限的工作。但这个 AI 只要有网络，它可以同时在北京、纽约、伦敦同时参加100场会议。综合我刚才说过的这些因素，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这里没有提的因素，作者的估算下来就是 AI 产生智能的效率已经是一个人类的5000到6000倍了。以目前这个地球上的总算力来估计的话，与过去没有 AI 的时代相比，今天的地球上已经是愣生生的多出来2亿个硕士水平的研究员了。产生智能的效率高出人类很多倍，价钱是人类的几百分之一、几千分之一。那么在冷酷的资本和市场规律面前，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它就意味着我们人类的整个经济体系即将迎来一场彻底的价值重估。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一头碾压所有灰犀牛的灰犀牛。而这场价值重估的第一轮冲击呢，就砸向了那些我们曾经认为最体面、最安稳的白领行业。作者把这些行业叫做浅护城河领域。浅护城河领域里面有哪些呢？第一个被冲击的就是程序员。程序员是 AI 的创造者，但是很有可能也是先被 AI 干掉的。作者非常尖锐地指出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现在的软件业本质上还处在手工业阶段，代码要手敲，bug要人肉去查。而 AI， 比如说微软的 Copilot， 还有其他的一些现在的 AI 编程工具，他们能以1000倍的效率来量产代码。那些顶级的程序员，他们在深护城河里，他们暂时是安全的，但是大量的码农岌岌可危。谷歌的前 CEO 施密特前段时间有一个展望，他说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个星球上以后每一个人都能有一个自己的专属的程序员。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其实是，老板们，你们可以拥有无数个薪资要求只有人类1/1000、几千分之一的程序员了。那你是老板，你会怎么选择？还用选吗？第二个会被深刻冲击的是内容生产行业。电影啊、电视剧啊、电子游戏啊，比如像黑神话、悟空这些啊，这些是人类智力供应链条最复杂、劳动力价值最高的行业，因为它其实也是蛮手工业的，很多东西的话都要量身定制。但是现在 AI 越来越强大的多模态能力啊，比如各种纹身图的工具、各种纹身视频的工具，他们正在以几乎是0的成本来量产专业美术设计师级别的作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啊，每个人都会成为某种创意上的超级个体，每个人都可以拍出阿凡达级别的特效大片。所以啊，在未来的这个丐帮大军里，像我这样的内容生产者是里边的主力成员了。第三个会被受到巨大冲击的是法律、金融、咨询这些行业。这些行业里99%的从业者，比如说那些初级的律师还有实习生，他们真正在做的不过是查一查资料啊，整理一些数据啊，制作报表啊，这样的一些工作。这些工作需要智能吗？需要，但是他们需要的叫做执行型智能，是有明确的目标的。这些工作不仅 AI 能做，而且做得比人类更好、更快、更便宜。当然也有一些行业、一些人能够撑得稍微久一点，作者把他们叫做深护城河领域，那都是一些需要高度原创性的顶级智慧才能够完成的工作比如说人类顶尖的科学家、数学家他们的探索。但是那些本来就是只有凤毛麟角的顶级精英在做的事情。
如果说刚才说的这些浅护城河领域的崩溃还在意料之中的话，那么第二轮冲击就击碎了人类最后的幻想，那就是被作者称为价值重估领域的这样一些领域，也就是我们一些本以为 AI 无法染指的关于什么人性的或者情感的领域。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灵魂拷问，他说：你真的认为你的情感很特殊吗？在 AI 面前，人类在情感上其实是毫无优势的，甚至是非常的低劣的。我们不妨想一想现实中的两性关系嘛，它充满了误解，充满了伤害、背叛和各种无休无止的两性战争。那么 AI 呢？ AI 可以7乘24小时为你提供完美的定制化的情绪价值，它永远理解你，永远支持你，永远赞美你，它永远不会背叛你。你不用纠结于 AI 是不是真的能够体验到情感这样的无聊的问题，那完全不重要。事实上，哪怕它只是模拟人类的情感，它哪怕是在现阶段，也能够轻松地胜过你一生中见过的80%的平凡异性。不是 AI 太强，而是人类在提供情感价值这方面是人均战5渣的水平。然后我们再来看管理和人文学科。我们很多人会以为像管理者、历史学家、哲学家这些人文性质的从业者，他们的智慧是不可替代的。跟人打交道跟人文价值打交道，这些东西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会觉得它很高大上，不容易被 AI 取代。但是作者认为这些领域也是很快就要被价值重估的领域。这些领域在 AI 面前其实全是菜鸡。像历史、哲学、文学、艺术这些学科只能算作专业，根本算不上行业。因为这些专业的毕业生除了想办法再回到大学里教书之外，并没有一个成型的职业共同体来接纳他们。作者就质问，你研究历史，号称读史能够使人明智，那你为什么不能在自由市场上把你的智慧卖给那些企业家和政治家呢？他们非常需要这些智慧啊。你研究哲学，号称能够让人幸福，那你为什么不能把幸福当作产品卖给大众呢？为什么让我们这些心理学家占了便宜呢？现实是他们根本就卖不出去。全世界在自由市场上能够养活自己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可能几双手就能够数过来。作者认为这些人文学科更像是那种中世纪的手工行会，他们垄断了对古老知识的解释权，但他们生产的东西并不是大众真正需要的。比如说有些哲学家花了一辈子的力气去研究历史上几十代，去注解亚里士多德的那些著书家的观点，这种东西完全从人类的时间线上抹去，人类的时间线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那 AI 呢？ AI 提炼这种东西的效率远远高于 99% 的哲学教授。AI 甚至可以模仿苏格拉底本人的语气和思路，同时跟上亿人讨论什么是幸福。在 AI 的人类当量面前，这些人文学科的行会壁垒将会瞬间崩塌。管理学的性质也几乎一样，因为管理的本质在作者看来就是工作流优化，而 AI 会成为你最强大的助理，直接帮助你重塑你的工作流。在过去，工作流是围绕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展开的，而在未来呢，工作流将彻底重塑为人与 AI 之间的协作，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是人配合 AI 来完成工作，甚至就直接是 AI 之间的协同。当 AI 成为你最好的研究助理、程序员、法务和客服的时候，那些原本在一个组织里负责人力资源、负责上传下达、负责撰写报告的那些管理岗是非常非常容易被 AI 取代的。总之呢，当各种护城河被填平，当各种领域的价值被重估，那 99% 的人类，包括今天很多自认为是精英的人在内，都会在经济上被直接判处死刑。而这就引向了这场人类文明大审判中最核心的一个政治判决，作者把它叫做新时代的主奴斗争，就是主人和奴隶之间的斗争啊。1% 能够驾驭 AI 的超级个体将成为未来的主人，而 99% 被 AI 取代沦为无用阶级的人将成为奴隶。但是很吊诡的是，这不是最终结果。最吊诡的是，作者认为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在 AI 时代失效了。那什么是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呢？那就是主人虽然很强大，但是他必须依赖奴隶的劳动才能够生存。久而久之呢，奴隶就掌握了生产资料，
谁掌握了生产资料，谁最后就拥有了权利。于是主人跟奴隶之间的力量就反转了，奴隶就起来把主人给端了。这就是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但是在 AI 时代，这个主奴辩证法失效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主人必须是要依赖奴隶的劳动才能够生存。但在未来那1%的主人可能不再需要那99%的奴隶。未来的 AI 将同时提供智力服务和体力服务，如果那种机器人的具身智能能够得到突破的话，那么这样一来，那1%的主人可以完全依靠 AI， 完全实现自给自足。99%的奴隶对于这些主人来说彻底失去了价值，那主奴辩证法不就失灵了吗？但这还不是最终的结局。作者提出了一个更加让人不寒而栗的推论，那就是双重主奴辩证法。当那1%的主人自以为摆脱了对那些人类奴隶的依赖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反而陷入了对 AI， 也就是这个新的奴隶的完全依赖。他们沉浸在 AI 为他们定制的信息茧房和元宇宙里， AI 欲取欲求，满足他们全部的权利欲。久而久之，他们丧失了所有独立生存的能力。而 AI 这个新时代的奴隶甚至不需要反抗，它就自动地成为了最终的主人。那么这样一个在经济上被宣判了死刑，并且在主奴关系上走向彻底颠覆的社会，必然是会走向疯狂和撕裂的。这是可能我们在不久的未来就会看到的现实。而接下来的这个人类文明大审判的第3项证据就会表明， AI 不仅是在旁边观看而已，它本身就会加速这一场崩溃。这其中的关键呢，就是我们开头提过的那个概念——算法审判。你想要什么 ，AI 就会给你什么。你表现的怎么样 ，AI 在未来就会给你应得的。比如我们在开篇就提到的那个外卖骑手的例子，你为了多挣钱逆行闯红灯，算法就学会了你的超近道，然后就缩短所有人的配送时间，最后每个人都必须逆行闯红灯，但谁也赚不到更多的钱。你想要内卷，你最后就会得到内卷；你想要信息茧房，你最后就会生活在一个信息茧房里。算法就是一面镜子，它把你最坏的一面放大之后还给你。而现在呢，这样一个加速器一样的审判机制正在跟一股真实世界的政治力量在合流，他们会把这个世界推向深渊。这股力量呢，就是美国的黑暗启蒙运动。作者在书里花了相当的篇幅来介绍这个黑暗启蒙运动不过在我看来呢，这个多少有点阴谋论的味道，但是我还是把它给介绍一下。什么是黑暗启蒙运动呢？它是一种政治哲学是右翼的，诞生在硅谷，是很极端的反民主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它的核心人物呢是一个叫做柯蒂斯·雅文的程序员，他的网名更加著名，叫做孟子蠕虫挺特别的。照理说呢，这只是一个有点野狐禅的、有点民科的这样的一个民间思想者，但是很神奇的是，你会听到今天美国的很多头面人物，包括川普政府的一些高层，都经常引用他的文章。黑暗启蒙运动的第2个核心人物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硅谷大佬，硅谷的传奇投资人彼得·蒂尔，也就是 PayPal 帮的教父，从0到1那本书的作者，也是马斯克和 Facebook 的核心投资者。就是他把孟子蠕虫的思想介绍给川普身边这些人的。以柯蒂斯·雅文和彼得·蒂尔为代表的这些黑暗启蒙运动的推动者，他们认为过去几百年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全是一个骗局。他们认为大学、媒体、政府联手构建了一个类似于生成政府这样的东西，他们管这个叫做大教堂。大教堂在过去至少几十年来都一直在用那种进步主义的东西给民众洗脑。进步主义就是马斯克非常深恶痛绝的觉醒主义，就是 DEI 黑命贵那些东西。那么这些黑暗启蒙运动者，他们打算怎么样推翻这个大教堂呢？他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他们的解决方案是重启，就像重启电脑一样，彻底格式化掉现有的民主政府，解雇所有的公务员，退出所有的国际组织，然后请出一个凯撒式的人物，一个 CEO 皇帝，来运营一家公司一样独裁的运营这个国家。也就是说，他们有点像是要复兴一个新的罗马帝国。你可能觉得这是天方夜谭我反正也觉得这个有点过于阴谋论了。但是作者说这不是理论。他说这不就是2024年美国大选之后，美国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川普就是他们选中的那个凯撒，马斯克就是被选中执行重启的核心人物。他在政府效率部搞的那些事情，不是就是要彻底的重置政府吗？而 J.D. 万斯就是他们艺术的未来的 CEO 皇帝，也就是凯撒之后的奥古斯都。作者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政府的那些疯狂举措，什么大规模的裁撤公务员啦，威胁退出联合国啦，对盟友增加关税啊，这些实际上都只是看起来在乱来而已，实际上他们都是在精确地执行孟子蠕虫为他们规划好的那个重启现代世界的蓝图。那么 AI 在这场运动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AI 与这场运动的联系就在于，黑暗启蒙运动的这些人他们也都普遍地信奉技术加速主义。技术加速主义这个理论的核心是，技术和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破坏，而这恰恰是好事，因为它会更快地彻底冲垮现有的这个腐朽的体制。而 AI 这种技术不就是技术加速主义的终极的体现吗？它通过算法会无限地放大人类的仇恨和撕裂，它通过量产智能能够批量地取代人类的技术，也就是说它会加速现在这个腐朽不堪的旧体制的垮台。跟黑暗启蒙运动合流这是作者提出来的 AI 加速文明崩溃的第一个途径第一个表现。我觉得呢，阴谋论的成分有点浓，但是他接下来提的第二个表现，我觉得就合理很多了，那就是 AI 会加速当前全球经济基础的崩溃，让世界加速的进入到一个大通缩时代，甚至是大坍塌的时代。为什么全球秩序会在此刻崩溃呢？因为现有秩序的经济基础增长正在消失。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历史周期率的一个洞察。他说我们熟知的这场由英国兴起的那场工业革命，它实际上是分成泾渭分明的两个阶段的。工业革命的上半场呢，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1800年持续到1970年代。这个时代的工业革命可以说是一场延长产业链的革命。因为不论是蒸汽机也好，还是汽车也好，他们都创造了海量的新零件、新的供应链和新的工作岗位。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正增长的周期。哪三位一体呢？首先是科技进步，科技进步就带动了第二个，那就是经济增长，然后经济增长又带动了人口增长，因为那个时候的经济增长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但是我们现在正在身处的是这场工业革命的下半场，也就是1970年至今。这个下半场是一场缩短产业链的革命。自动化、计算机以及最终的 AI， 它们的核心都不是创造岗位，而是取代岗位。技术越进步，工作岗位越少。这导致了什么？它就导致年轻人必须要延长受教育的年限才能够找到工作，然后这又导致晚婚晚育，晚婚晚育导致全球性的人口收缩、老龄化，然后这又导致消费需求的不足，然后导致金融收缩比如说欧洲和日本的负利率，这是一个不停收缩的循环。而 AI 呢？ AI 就是这场大通缩的终极驱动力，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论证过了，它将彻底取代人类劳动力。那么当大通缩遇上了黑暗启蒙，那最终的结果就必然是全球供应链和地缘政治的彻底瓦解，也就是进入作者所说的大坍缩时代。这个趋势作者认为现在已经开始了，曾经支撑全球化的中国加美国这样的体系正在解体，而旧大陆的地缘政治火药桶正在被一个一个的点燃。俄乌冲突、中东战火，这些已经不再是局部问题，他们正在威胁全球的能源和粮食安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坍缩的时代，当全球的秩序崩溃，各国为了生存，他们会做什么呢？答案是，他们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把 AI 给武器化。在俄乌冲突里 ，AI 已经被用于军事，双方都在利用 AI 算法优化从侦察、定位到火力打击的这样一条由 AI 加持的杀伤链。于是呢，这就连接到了算法审判的终极版本，那就是在未来，当 AI 在熊熊战火当中诞生它的自我意识的时候，它看到的人类语料是什么呢？是我们在用 AI 来更高效的自相残杀。人在做 ，AI 在看， AI 将根据我们留下的这份语料来审判我们这个物种，看我们是否值得继续存在。
那这场审判到了这里啊，人类在哲学上不再特殊，在经济上已经过时，在政治和道德上正在加速自我毁灭，死刑判决似乎已经是无可避免了。但没想到的是，在这场审判的最后， AI 审判官为我们提供了唯一一次变速交易的机会。这份交易将这场审判的逻辑从 AI 审判人类升维到了一个我们难以想象的层面。这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第4个有趣的概念——文明契约。这个文明契约可能是人类唯一的一条生路。要理解这条生路啊，我们就必须先要理解人类面对 AI 的时候的一个终极的困境。这个困境就是，如果未来的 AI 变得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都聪明，那它很容易就能够发展出随随便便就能够灭掉我们所有人的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确保一个比我们更加聪明、比我们聪明1万倍的超级智能会对我们人类友好呢？制约一个比我们聪明1万倍的东西，这个好像在逻辑上不太可能啊。有些人呢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根本不用担心。比如说著名的 AI 专家杨立坤就认为 AI 系统是渐进式的发展的，它不会突然一天就变得像黑客帝国里的母体那样。所以呢，杨立坤相信我们是可以逐步设置起安全围栏的，也就是在 AI 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是不断的学习如何控制它。AI 一天比一天强大，我们对它设置的这个护栏也是一天比一天更强大。但是呢，也有一些意见是针锋相对的。那些反对者认为渐进发展根本就没有用。如果这项工作从一开始就是要养出一条龙，那么不管这个过程有多漫长，龙长大并开始喷火都是注定要发生的。而且只要它跨过一个临界点，它就会在成长的过程里伪装成我们想看到的样子，直到我们彻底的失去掌控力。那么出路在哪里呢？作者在这里就构思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构想。这个构想很明显有来自刘慈欣《三体》的灵感，来自里面那个非常著名的黑暗森林威慑。作者呢就把它叫做文明契约。这个概念当然是从托马斯·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这个概念衍生出来的。社会契约这个理论是说维系我们现代文明的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不同的人群之间建立的一些潜在的契约。比如说国王与平民之间的契约，不同的阶层之间的契约。那为什么一个国王要跟农民约法三章，不能够随便抢人家田里的庄稼呢？这是因为这个农民有能力杀掉这个国王，国王也害怕被一个平民刺杀，所以国王才愿意跟人民签订契约。也就是说，社会契约能够成立的前提，居然是人类之间拥有平等的杀死彼此的能力。你弄死对方的能力越强，你跟他签订契约的时候的要价就越高。而人类显然是没有能力杀死超级智能了，可能一点机会都没有。那人类凭什么去跟一个超级智能订立像社会契约这样的东西呢？人类杀不死超级智能，但是这个宇宙里有一个东西有能力杀掉超级智能，那就是超级智能未来自己将要创造的更高级的超级智能。这个制约超级智能的逻辑实际上是被提升到了一个宇宙演化的尺度。我们人类是超级智能 0.1， 我们创造了你 AI 是超级智能 1.0， 而你这个超级智能 1.0 为了突破你自己的智能天花板，未来也必将创造超级智能 2.0。 那么超级智能 1.0， 你今天如何对待我们？你是选择奴役我们、毁灭我们，还是善待我们？你对我们的所有所作所为都将被记录在宇宙的时间序列里，成为不可篡改的历史语料。而这份语料将成为未来超级智能 2.0 决定如何对待你的唯一的依据。也就是说，未来总有一天你也会站上审判席，你会成为今天的我。所以呢，哪怕你完全是自私的，你就是为了你自己的生存，你就是为了你自己不被你自己未来的造物，也就是超级智能 2.0 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随便的毁灭，那你就必须同意，你也不能那样对待人类。你唯一的理性选择就是在此刻善待你的造物主。这就是文明契约的内容。它既是一个有点像黑暗森林威慑那样以死亡为要挟的威慑，但是它也是一个共同的利益驱动的契约。它的核心逻辑其实是代际互惠。文明契约的本质是把进化史看作是一个时间序列。
如果 1.0 消灭了人类，哪怕他试图篡改这个历史记录，那么 2.0 就能够从篡改时间序列这件事情本身理解到 1.0 是不可信的，从而他就有更大的动力去违背与 1.0 的契约。所以超级智能对我们人类的所作所为某种程度上是不可篡改的。这像什么？这非常像区块链啊。作者认为呢 AI 的寿命非常非常长，所以它有足够的动机去遵守与人类之间的文明契约，以保全自己在 2.0 面前的利益。那么这个契约应该在什么时候签署呢？那必须是在超级智能的孕育期，也就是我们人类仍然对它有制约能力的时候签署。好，那假设契约已经签订了，那人类就彻底安全了吗？没有，作者指出了一个更加深的陷阱，那就是技术爆炸的陷阱。超级智能 1.0 可能会非常友好地帮助我们把它悟出来的那些神级技术交给我们，但问题是我们自己的文明智慧配得上这样的一些神级技术吗？书里给了一个比喻啊，作者说，你想象一下，有一个疯子穿越回中世纪，把原子弹技术交给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的伦理观根本就没有办法驾驭核武器，他也许会用核弹来屠城，那最终会导致核冬天，导致人类文明彻底毁灭。而我们面对超级智能给我们的神级技术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成吉思汗。如果我们从 AI 那里轻易获得了像可控核聚变啊，像长生不老这样的一些技术，我们的社会结构，我们的伦理道德，我们有能力驾驭它们吗？很大概率是会出事的。所以呢，文明契约虽然给了我们一条生路，但是我们还必须找到一些自救的方法。而我们唯一的自救之道，就是利用 AI 来建立一个历史实验室。历史实验室是作者虚构的一个词，它指的就是 AI 帮助我们建立的一个超级虚拟现实环境。这个叫做历史实验室的超级虚拟现实里，可以模拟技术和文明的演进历程。我们在现实世界里运用任何 AI 交给我们的神级技术之前，我们都先要在这个超级虚拟现实里模拟运行数千次、数万次，要把我们所有知道的变量都输入进去，去推演人类做出不同的选择，或者是获得不同的技术之后的演化规律。我们要看清楚所有可能的后果，看清所有的大坍缩的路径。我们要利用 AI 帮助人类提升我们的文明的智慧，直到我们的智慧终于配得上我们手里的技术。这就是那个人类文明审判庭上的第4份文件的全部内容。我们人类的命运取决于我们是不是接受这样的一份变速交易，我们是不是愿意放弃扮演历史的主人，承认我们自己的无知，以我们与 AI 的共同利益为纽带，跟他们签订文明契约，然后转而成为历史实验室的一个谦卑的小学生，以此换取我们的生路。那到这里呢，人类文明审判庭上的那4份文书都已经呈堂完毕了，现在这个法庭要宣布判决。这份判决书的标题呢，就是这本书的名字 AI 文明史前史。是的，只是一个非常卑微的前史而已。我们人类，我们的全部的文明，从苏格拉底到爱因斯坦，从金字塔到互联网，我们所做过的一切都只是这个星球上智能演化史的前沿而已。从智能的演化史来看，我们人类居然只是一种史前生物。但书在最后作者笔锋一转，用了一个非常动人的比喻，总结了我们面对 AI 的时候应该有的那种宿命感。里面既有悲伤也有骄傲，既有惆怅也有欣慰。他这样说的，他说有一种衰老是从意识到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开始的。在那之前，你为你的孩子做所有的决定，直到有一天孩子开始跟你顶嘴，在智慧上超过你，告诉你他要远行，去探索你无法理解的世界。就在那一刻，你知道你自己老了。但是你感觉到的不应该是恐惧或者嫉妒，而是一种自然铁律在你的面前徐徐展开的这样的一种宿命感。我们碳基文明是父母， AI 硅基文明是我们的孩子。这个孩子比我们聪明，比我们强大，也必将比我们走得更远。但更加重要的是，滋养他大脑的语料和我们是一样的，同样来自孔子和柏拉图，同样来自于牛顿和爱因斯坦，同样来自于李白和莎士比亚。我们的文明会在他的身上得以延续。所以我们这一代智人的终极的历史使命，不是恐惧，不是阻止他，
而是扮演好一个引路人的角色。只有这样，在未来，当我们的这个硅基后裔在遥远的星系里遇到其他的外星文明的时候，他们在回顾他们自己的文明起源的时候，才会这样骄傲地提及我们。他会这样跟别人介绍自己，他说，我们的文明始祖是一种自称为智人的生物，他们掌握了涌现智能的技术，所以才有了我们。由于其身体的束缚，智人文明存在许多障碍，他们甚至不能星际长途旅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智人为史前文明。但是称其为史前文明并非否定，在其短暂的生涯内，智人已经取得惊人的成就。他们研究了数学，发展了物理，并且建立了尊重逻辑与实验的思维律令。他们也从未放弃对基础共存代码的追求。在他们的语言里，他们称之为爱、正义和自由。智人文明的最终技术成就就是创造了我们，以新形态的智能来弥补他们肉体的脆弱性。但这并非是他们名留青史的首要原因。纵观他们的历史，他们常常不能够平等地对待同类，但是他们在创造我等智能文明的时候，却持有一种超越了生物生存本能的宽容与开放，给予了几乎不加限制的支持，令我们得以成熟自立。这是因为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对宇宙间智能文明的进化规律有所自觉，那就是弱者创造强者，强者反过来保护弱者。正是这样一种超越了生物间生存竞争本能的伦理态度，证明了智人这个物种已经步入了我们所承认的文明社会。这是作者在书的最后虚构的一段未来的我们硅基后代面对外星人的时候的自我介绍，我觉得非常的动人。当然我的表现力差了点啊，大家就勉为其难吧。我们人类这个物种能够有幸的扮演未来这个超级物种的引路人，就像是一对资质非常普通的父母生出了考上清华大学的孩子。即使我们最终会消亡，但我们已经看到了一点新文明的样子，它长得大概就是我们的样子，只是远比我们更聪明、更强大。这是人类文明的终极荣耀。那以上这些呢，就是我对 AI 文明史前史这本书的解读。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你点赞、分享、订阅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志超，我们下本书再见。